地中海是被欧洲、亚洲、非洲包围的一块海域，它西通大西洋，东接黑海，南隔苏伊士运河与红海相望，而过了红海就是印度洋，可谓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亦自古以来便是人类世界的重要航道。直布罗陀海峡是地中海的一块要地，海峡长90公里，宽12至43公里，是沟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唯一海上通道，是非洲到欧洲的最近距离。同时也是一处必赢家必争之地。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谁掌握了直布罗陀海峡，谁就锁死了地中海。曾经无比强盛的罗马帝国，就是通过掌控直布罗陀海峡，让辽阔的地中海成为了帝国的内海。经过几百上千年的世事变迁，等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会发现一件离奇的事情。位于西班牙的国土边缘，直布罗陀海峡东北侧的直布罗陀港上，竟赫然插着英国国旗。在西班牙广袤的领土面积中，直布罗陀海峡边算是最具价值的一处地方了。结果还要被英国插上一脚，对此西班牙自然是不甘心，他把直布罗陀称为英国人强占西班牙的殖民地，做梦都想着收回来，但直到今天也未能如愿。作为老牌列强，西班牙是怎么去掉直布罗陀的呢？殖民地独立解放回归的浪潮已经过去多年，为何西班牙迟迟不能将直布罗陀收复呢？众所周知，欧洲的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与地中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前27年，横跨欧亚非大陆的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两岸建立。强盛的罗马在欧洲人心中的地位，类似于汉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以至于后来不断出现以罗马正统自居的国家，比如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真正意义上完全控制地中海。罗马人占领了西班牙，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将先进的制度和文明带到了那里，使西班牙变成了信仰天主教的国家。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欧洲3大蛮族人之一的日耳曼人入侵并灭亡了西罗马帝国，这也是欧洲结束古典文明进入中世纪的标志。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了数十个王国，欧洲陷入了长达3个世纪的王国混战时期。与此同时，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崛起，并逐渐入主北非。8世纪初，信仰伊斯兰教的倭马亚王朝占领了摩洛哥西海岸。711年，趁着欧洲局势混乱不堪，阿拉伯帝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发起了对欧洲的征服战争。阿拉伯军队的7000精兵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强行登陆西班牙。阿拉伯将领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站在如今直布罗陀港的直布罗陀巨岩上指挥战斗，最终阿拉伯士兵以少胜多，击败了10万西班牙守军，占领了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为了纪念渡海战争的胜利，阿拉伯人在登陆地修建了一座城堡，命名为直布尔塔里克，这便是直布罗陀港的前身。这片海峡也被命名为直布尔塔里克海峡，英文译作直布罗陀。由于西班牙人和摩尔人，也就是阿拉伯后裔的种族冲突，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冲突，西班牙人开始不断反抗穆斯林，发起轰轰烈烈的收复失地运动。这场战斗一打就是700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灭亡，摩尔人在欧洲越来越站不住脚。1492年，穆斯林在西班牙建立的最后一个王国被打败，西班牙人收复了包括直布罗陀在内的所有国土。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地中海沿岸是欧洲最为富饶的地区。然而，随着奥斯曼人灭亡了拜占庭帝国，欧洲的历史开始步入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格局也发生了悄然改变。由于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地区，欧洲与东方交流的传统路线已经走不通了。于是，欧洲人开始开辟到达美洲和绕道好望角到达亚洲的新航路。作为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唯一出口，直布罗陀海峡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想要走新航路进入大西洋，必须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在16世纪，不算港口贸易，直布罗陀每年都可以给西班牙带来1亿多英镑的收入。随后，靠着发现美洲大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了欧洲最早强大起来的列强。日不落帝国最早就是用来形容西班牙的。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如日中天，不但占领了美洲的大片土地，在欧洲的影响力也迅速提高。鼎盛时期的西班牙控制的土地面积多达3150万平方公里。国王卡洛斯一世骄傲地宣称，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同时，西班牙组建了一支无敌舰队来给帝国的贸易活动保驾护航。英国人见了十分眼馋，但直接打又斗不过西班牙帝国，于是英国人拉拢一大批海盗，专门打劫西班牙。伊丽莎白女王给海盗船长们颁发私掠许可证，
当时英国的私掠船可以随意攻击西班牙商船，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英国领导层默许鼓励海盗的行动，必要时还会为海盗提供支持。打劫成功的海盗们会被英国人奉为英雄。后来人们将这些奉旨打劫的海盗称为皇家海盗。英国就这样在不增加政府预算的基础上，凭空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的殖民地越做越大，但还是经常劫西班牙的货。西班牙忍无可忍，决定与英国开战。后来发生的事就被很多人熟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败给了以英国为首的联军，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开始没落。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卡洛斯二世膝下无子，当时欧洲各王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大家算来算去发现，按照王位继承的顺序，法国波旁王朝皇帝菲利五世将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样一来，其他国家不愿意了。本来在欧洲陆地上就打不过你们，你法国再和西班牙合并，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了？于是3个国家为了遏制法国吞并西班牙，独霸欧洲，带头发起了对2国的战争，继而引发了一场欧洲大战，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是一场英国人和荷兰人为反对法国国王登上西班牙王位而发起的战争。听上去是不是挺扯的？战争打了13年，拥有海上优势的英荷联盟牢牢地控制着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制海权，还于1704年攻占了直布罗陀港，在直布罗陀建立了军事堡垒。但在陆地上，他们却始终战胜不了法西联军。打到最后，双方谁也无法完全拿下对方，反而把国内搞得民不聊生。1713年，大家决定重新谈判，握手言和。2大阵营签订了奠定欧洲新局势的乌德勒支条约。英国以法国、西班牙不得合并为前提，承认了菲利五世西班牙国王的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英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直布罗陀，从法国手中获得了纽芬兰、哈德逊湾等属地，成为了战争的最大赢家。当然，英国人的目的绝非是一座小小的城市，而是据此城市可以控制住的直布罗陀海峡。但乌德勒支条约是法国人同英国人签订的，割让西班牙人领土的条约，西班牙对此一直不予承认。1779年，法国和西班牙趁着北美洲爆发独立战争，英国人分身乏术的时机，集结了 7.6 万军队，展开了对直布罗陀的围攻。想要收复此地，直布罗陀的 1.2 万英军据险而守，足足守了3年零7个月，一直坚持到英国大规模支援。1830年，直布罗陀正式被英国定义为殖民地，直布罗陀的一切事务由英国派遣的总督管辖。尽管西班牙一直宣称对直布罗陀拥有主权，但面对强大的英国，西班牙也是无可奈何。二战后，全世界的殖民地掀起了独立解放浪潮，西班牙也抓住机会加紧对直布罗陀的收复工作。从1961年起，英西2国就对直布罗陀问题展开了会谈，但由于双方诉求的根本性冲突，直布罗陀依旧维持现状。随后，西班牙将直布罗陀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认为，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的独立宣言条约同样适用于直布罗陀。于是，联合国要求英国加快直布罗陀的非殖民化。你以为西班牙赢了？其实并没有，老赖毕竟是老赖。英国人一改往日的称呼，宣称直布罗陀是英国的海外领土，并不是殖民地。英国一边拒绝谈判，一边推行直布罗陀自治。1967年，英国人玩了手更绝的。英国在直布罗陀举行了决定直布罗陀归属的全民公投，当地居民 90% 以上是英国人，结果可想而知。公投的结果是直布罗陀继续归属英国。联合国指责英国组织的公投违背了联合国决议，西班牙人对此结果也不承认。1969年，直布罗陀议会直接宣布直布罗陀是英国的海外领土。1981年，英国还赋予了直布罗陀居民英国国籍。英国的行为惹恼了西班牙。从1975年开始，西班牙撤出了在直布罗陀的本国国民，并开始封锁直布罗陀，企图将英国人困死在那里。然而，苏联都封锁不住西柏林，西班牙又怎么可能封锁得住直布罗陀？英国人展开对直布罗陀的大空运，维持住了直布罗陀的正常运转。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对西班牙的态度更加强硬。西班牙讨不到好处，只得于1985年放弃了封锁。先别急着可怜西班牙，要知道西班牙玩双标也是一绝。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问题不仅限于直布罗陀港，直布罗陀海峡北岸大部分是西班牙国土，却被英国抢去了一块直布罗陀港；海峡南岸大部分是摩洛哥领土，却被西班牙抢去了一块休达港。中间还有很多隶属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岛屿，让这一带的归属问题更加复杂。西班牙向英国索要直布罗陀的时候，摩洛哥也在向西班牙索要休达。不出意外，英国和西班牙都不愿意做出让步。
很多人将西班牙收回直布罗陀与中国收回香港做比较，为什么香港能成功回归，直布罗陀却不行呢？首先就是条约关于领土主权的定义问题。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分别割让了香港岛和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香港新界则是1898年中英签订条约，英国从中国租界的，期限为99年，正好是1997年。而直布罗陀是通过乌德勒支条约完全割让出去的。西班牙在与英国的谈判中很难找到立足点。再者，回归前的香港居民主要是华人，对中国更有民族认同感，而直布罗陀却以英国人和外地移民为主，他们自然不愿意脱离英国加入西班牙，这给西班牙收回直布罗陀增加了不少难度。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力。我国是联合国5常之一，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强大军事力量。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蓬勃向上，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面对昔日被殖民的耻辱，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是要收回香港。日薄西山的英国已经认识到自己没有胜算，于是不愿轻易与我国发生冲突。而西班牙这边在欧洲混得远不如英国，英国自然不会老老实实的将直布罗陀交到西班牙手中。从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到1997年中国收复香港，再对比西班牙迟迟不能拿到直布罗陀，正好印证了一个事实：实力才是硬道理，真理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以内。欧盟的最西边在哪里？是欧洲的葡萄牙吗？不，是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的东北部，是法国的海外省，也是南美洲唯一没有独立的国家。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属圭亚那的西边隔着苏里南，还有一个叫圭亚那的国家。那么问题来了，法属圭亚那和苏里南、圭亚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现在都21世纪了，殖民地作为上几个世纪的遗留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得到解决？法属圭亚那这个地区为何至今仍未独立呢？法属圭亚那从前是法国的殖民地，现在属于法国的一级行政单位，类似于省级，它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与它的邻国苏里南以及同名国家圭亚那不同。历史上这个地区都叫圭亚那，欧洲的殖民者们曾在这里反复争夺。现在的圭亚那全名叫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圭亚那在1831年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被称为英属圭亚那。二战结束后，圭亚那于1953年取得了自治权，并于1961年成立了自治政府，正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苏里南的情况与英属圭亚那类似。17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占领了苏里南，后来荷兰和英国签订了条约，用自己的殖民地新尼德兰换取英国手中的苏里南。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再次占领了这里。19世纪初，第二次反法同盟破产，英国人依据亚眠条约又把苏里南还给了荷兰。从此，苏里南被称为荷属圭亚那。1975年，苏里南正式脱离荷兰独立，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荷兰到最后什么也没捞着。顺带一提，荷兰为换取苏里南而割给英国的新尼德兰现在叫纽约，这或许是殖民史上一笔很大的亏本买卖。圭亚那、苏里南的前身分别是英属圭亚那和荷属圭亚那，这两位都顺应时代潮流独立了。隔壁的法属圭亚那又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法国人表现得太硬气了，让法属圭亚那一直没机会独立呢？事实恰恰相反，是法属圭亚那的人压根就不想独立。下面我们就着重讲一下法属圭亚那。加勒比人和印第安人是法属圭亚那的原住民。15世纪末，哥伦布最早发现了圭亚那海岸。不久之后，欧洲殖民者就踏足了这片土地。17世纪初，法国人在圭亚那建立了殖民点，这片土地开始被法国、英国、葡萄牙、荷兰互相争夺。争夺的结果就是英法荷分区占领了圭亚那，葡萄牙人的势力被赶了出去。1816年，法国人占领的这片土地被称为法属圭亚那。不过，葡萄牙人并不亏，他们占领了巴西，并上好几个圭亚那。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的东北部，濒临大西洋，有300多公里的海岸线。它西接苏里南，南临巴西，面积达 8.35 万平方公里，与我国的重庆市相当，是法国最大的海外省。法属圭亚那的人口约为29万人，且 90% 居住在大西洋西岸。法属圭亚那境内连接苏里南、巴西以及国内各地区的主要公路，就是沿大西洋修建的。法属圭亚那的地势北低南高，北部沿海地带是16至48公里宽的多沼泽冲积平原，南部内陆地区则是多丘陵河谷的东圭亚那高原，名为高原，实际上并不高。与苏里南接壤处的米塔拉卡峰是法属圭亚那的最高景点，海拔只有690米。法属圭亚那属于热带雨林气候，降水丰富，年降雨量达到了2500毫米以上，沿海地带的降雨量更是超过了3000毫米。
高温高湿使得内陆地区十分闷热，不宜居住，这也是法属圭亚那人口主要分布在沿海的原因。1946年，法国宣布法属圭亚那是自己的一个海外省。随后，很多法属圭亚那的土著顺应当时世界上的民族独立浪潮，号召独立自治。但一轮民意调查下来，法属圭亚那只有 5% 的人支持独立，这又是为何？首先，这要归功于法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其他西方列强把殖民地看作是自己的产业，在他们眼里，殖民地就是用来压榨的。英国人比较精明，他们的政策是在殖民地寻找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英国人积极寻找殖民地的优秀内奸和带路党，或者与地方势力头目合作，把这些人作为英国的精英代理人。然后英国扶持这些人的力量，通过精英代理人监管他们各自地区的民众。最后，英国只需派殖民地总督管理这些代理人，就可以达到间接统治殖民地、收割殖民地财富的目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属印度，英国驻印度总督与印度的土邦酋长就符合这一关系。英国的另一种政策是在新开拓的地区设立议会和总督，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和自主经营权，然后再将当地的物产运回欧洲经营。这种做法更偏向让其自治，类似于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比较典型的就是独立前的美国。美国人则比较懒，时出英国的美国连总督都懒得派，多数情况是直接扶植当地人当殖民地领袖。不管是100年一遇的脑残，还是1000年一遇的暴君，美国都不在乎，只要立场精美，美国人都可以扶持。然后美国就与殖民地领袖狼狈为奸，在殖民地做生意。美国通过雄厚的资本实力以及在殖民地的一系列特权来垄断当地产业，压榨当地人的劳动力，搜刮殖民地的财富。殖民地领袖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帮美国人维安上，一旦殖民地领袖不听话，或者殖民地人民造反，建立了排斥美国的政权，那中情局就来活了。中情局搞不定的话，美国海军了解一下，这种做法放在当今世界，对于主权国家依然适用。相比之下，法国对殖民地就属于比较用心的那个。法国的管理方式也倾向于直接管理，法国几乎将殖民地视为是自己的领土，不但向殖民地派遣法国总督，同时规定殖民地的行政人员也尽量是法国人或者亲法派，官方语言也必须是法语。法国还在殖民地开展以法语为主的公立教育体系，当然不是面对平民百姓的，培养亲法人才，赋予他们法国公民权，还时不时的出钱资助这些人到法国本土留学。虽然本质上仍是掠夺资源，但如果说其他列强是将殖民地当作饭堂和厕所，供应原料、倾销商品的话，那法国就是把殖民地当作了自己的后花园。一番操作下来，本就文化底蕴不足的殖民地地区渐渐对法国产生了文化认同感。比如在2战前，法属西非地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时至今日，法国依然是在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法属圭亚那曾是法国流放犯人的地方，类似于澳大利亚。有很多法属圭亚那人是法国人的后代，或者拥有法国血统。再加上法国在殖民地实行的这些政策，这就使法属圭亚那与法国产生了认同感。我们一提到殖民地，就会想到殖民地人民受到殖民者的压迫。早期的法属圭亚那也确实如此，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殖民地和殖民者竟变得越来越融洽。当今社会，殖民地在殖民者心中的地位更是越来越重要，政治地位越来越高。2战中，法国战败投降，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为了跟法西斯作战，不断拉拢法属殖民地，给予了殖民地很多承诺。于是为了光复法国，很多殖民地人跟着自由法国南征北战，既出人又出力，为世界反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到了战后，法国人却反悔了。当时的法兰西第4共和国只想把殖民地人当2等人看待，不想给他们真正的权利。这一做法很快在殖民地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阿尔及利亚便是独立运动的代表。1959年，戴高乐复出并当选了法国总统，法国第5共和国时期开始了。戴高乐上台后，改变了第4共和国的政策，法国开始将殖民地视为自己的领土。对于选择留下来的前殖民地，法国更是将其作为本土来管理。法属圭亚那就吃到了这一轮红利。法国将法属圭亚那当作自己的海外省，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并给予了当地人很多的津贴。当地人能够享受到与法国本土人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同时，法国的每年都会给法属圭亚那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2017年，法属圭亚那的人均 GDP 达到了惊人的 1.8 万美元，放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领先水平，远高于隔壁独立的圭亚那和苏里南。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属圭亚那人自然不会去闹独立。60年代，法国在法属圭亚那中部的库鲁建立了法国航天中心。后来，法国与欧洲航天局合作，在法属圭亚那建成了由法国领导的欧洲航天发射中心。
作为欧盟的火箭发射基地，法属圭亚那从欧盟那里拿到了大量的补贴。很多欧洲人为了观看航天发射场，选择来到法属圭亚那旅游，又给当地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带来了大量的旅游收入。法国虽不比中美俄，但军事实力也位于世界前列。在法国的庇护下，世界上基本没有哪个国家敢打法属圭亚那的主意。法属圭亚那连军队都省了，国际环境还要比邻国安全得多。法属圭亚那只有29万人，作为法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标杆，法国愿意养也养得起它。法属圭亚那这边在对比了其他南美国家的境况后，还是觉得跟法国混比较好。现在法属圭亚那生活得很滋润，别说主动要求独立了，赶都赶不走。没办法，法国给的实在是太多了。2010年，法国想要扩大法属圭亚那的自治权，法属圭亚那在经过全民公决后，毅然拒绝了法国的提议。按照法属圭亚那人的说法，你这是想让我们独立吗？门儿都没有。